变废为宝。哇，果然很透啊！这成色肯定能卖不少钱，找个当铺把它给卖了。一戳看一看啦！正宗的西域之宝阿拉丁神灯，传说可以实现各种愿望，卖入不亏啊！戳一戳看一看啦！能实现愿望的神灯。国外有人，给点钱。去，没钱，臭乞丐！哼，还实现愿望，能把我这个乞丐变有钱吗？阿拉丁神灯可以实现愿望。哎，你这商人连试金都没交就敢在这叫卖啊？什么试金？跟我去趟衙门，你就知道了。哎，干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我的神灯！这商人都被抓了，这灯是不是就没主人了？没主人就归我这个乞丐了啊！哎呦，老天真是可怜我，让我捡了个材质这么好的灯，找个地方卖了，今晚能吃顿好饭了。收摊喽！真漂亮呀，神灯呀神灯！等我给你卖了之后，我今晚就能吃顿饱饭，这也算你给我实现愿望了。我得把你擦干净，擦干净了之后呀，好卖钱。擦干净了之后呀，好卖钱。终于有人把本灯神召唤出来了。Hello， 远方的朋友，你好，我是阿拉丁灯神，我可以帮你实现你的愿望。这灯里面真有灯神啊！哎，灯神，我想要无穷无尽的财富，让我发财吧！我再也不想当乞丐了。这也太简单了，伸出你的手。我现在已经给了你第一个赚钱的能力，变废为宝。你现在可以把你看见的废品变成完好如初的状态。变废为宝？哇！这碗真的变好啦！我真的有超能力了！神灯，搞错了！我刚刚许的愿，那是拥有无穷无尽的财富，我不想要这变废为宝的能力，你给我换一下吧。远方的朋友，我被困在这神灯里将近1000年，这法力都快没有了，还不能帮你实现那么大的愿望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只要你赚够10两黄金，帮我补充了能量，我就能实现你新的愿望了。不是，我不是许愿，我要钱吗？我还得反过来给你赚黄金，我哪有黄金啊？不过算了，你既然给了我这个变废为宝的能力，那我不如靠这个能力去赚点钱试试。我身为乞丐，最知道哪有废品了。哎，今天不要饭了。这可是城里头最大的富户人家了，这咋一个值钱的东西都没有呢？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哎呀，要死了！居然把夫人价值几10两的手镯弄碎了！得赶紧丢掉，不能让夫人发现。哎呦！
豪门夫人的手镯是吧？成色这么好，肯定非常值钱。变废为宝，变废为宝。哇，果然很透啊！这成色肯定能卖不少钱，找个当铺，把它给卖了。老板，我有个宝贝要当。去，一个小乞丐哪有什么宝贝？瞧不起人吗？你这不是？那是不是宝贝？这是。你一个乞丐，哪里来的玉镯啊？我这归人赏的。怎么，你想要你也当乞丐去啊？我现在就问你，这镯子你收不收？多少钱？你这镯子品相一般，也就值个1两银子。切！哎，这位客官，不要着急嘛。哈哈，这镯子呀，1两银子呀，你给我当傻子骗的你！哎呀，这位贵客，不要着急嘛。刚才确实是我打了眼，您这镯子的品相最少能值20两。你这个云锦啊，我有办法，我能修，要不交给我？哎呦，你可知道我这云锦可是皇家御用的贡品呐，只有南京顶级的工匠才有的工艺。你一个乞丐，竟然也能说能修这云锦？这位乞丐客人，这云锦绸缎，这纹路反复，走线精细，你能把它修好啊？我可是有灯神赐予我的变废为宝技能，补个云锦算什么？但又不能跟他们直说。唉，实不相瞒，原本呢，我就是云锦织造师。哟呼，可惜啊，后来我家道中落，不得已我才流落街头做的乞丐呀。所以，若是你能将这云锦交给我修补，那我必定能让它完好如初的完璧归赵。好吧，反正我这云锦呢也烂成这个样子了，就交给你修补吧。你这修补完需要几天呢？1盏茶的时间，我就能给你修出来。不过修完得给我5两金子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哎呦，这绸缎啊，一个熟练的老匠人一天最多只能出1寸半，你就是老师傅也得需要几个月的时间，怎么可能1盏茶就能修复好？果然啊，乞丐就是不靠谱，招摇撞骗。人家都愿意信我，这跟你有啥关系啊？放心吧，我一会儿就给你修好。好好修啊。掌柜的，要不然借你们工房一用。工房就在后院，针线齐全，你要是能修好啊，我跟你姓。谢谢啊。真是的。变废为宝。哇，跟新的一样。这1盏茶的时间已经到了，那个乞丐还没出来，这不会是假装师傅带着你的云锦翻墙跑了吧？我这才一会儿没回来就说我坏话是吧？谁说翻墙跑的？你没跑又怎样？我还不信你真能把它修好。那你们可看清楚了，请看您的云锦是不是完好如初？这不可能！请看您的云锦是不是完好如初？这不可能！这完美无瑕，你还真把它修好了？哎呀，大师，你这手艺绝了呀！这修复完之后像新的一样，丝毫看不出修补的痕迹啊！这乞丐没想到真的有点本事啊！咱们刚刚说修好之后给我5两。好，哎，大师啊，我给你8两黄金。这个云锦呐，对我太重要了，我非常感谢你帮我修复呀！哎，来，小意思。哇，
哎，对了，掌柜的，我记得你说过，只要这位大师能把云锦修复好，你就随他的姓，没错吧？这哎，开玩笑的，都是开玩笑的，我其实没放在心上，大家不必当真。哎呀，大师仁义呀！哎，不过刚才他一直对你冷嘲热讽，总得道个歉吧？掌柜的，做生意嘛，最讲究诚信，你说对吧？对，刚才是我有眼无珠，实在抱歉。对不起啊。这个道歉呢，我收下了。不过你们两个要记得啊，以后呢，面对客人不能看人家穿啥，这个叫呀以貌取人，不对的。是。我这貂皮也卖了，你这云锦我也修好了，走啦。哎，好，走了。哎，好。操！一个乞丐都敢这么跟我们说话？小二，你跟上去，等晚上找个时机，把那乞丐的黄金给他抢过来，我要让他知道跟我作对的下场。是，掌柜的。哼，一个臭乞丐，竟然让我丢脸，咱们走着瞧。既然这儿没人，我正好把这10两黄金拿出来给灯神，跟灯神许愿。是啊，确实没人。你这小乞丐还挺会给自己挑地方嘛。你是刚刚裁缝铺的那个小二，你要干嘛呀？少废话，赶紧把你今天赚的黄金通通交出来，不然我这棍子可是不长眼的。住手！住手！没事吧？你这小二实在是无法无天，连孤苦无依的乞丐都抢劫。夏小姐，还不快滚！别脏了小姐的眼。对不起，夏小姐，我不知道您在这里啊，我这就走。小乞丐，你还好吗？我没事，谢谢你。小乞丐真可怜啊，给他3两银子吧。好，给。谢谢你啊，无妨，举手之劳。小乞丐，你以后可要小心一点。我一定会报答你的。夏小姐人真好，刚刚要不是夏小姐帮了我，那我就要被人欺负，我的黄金跟神灯没准都保不住。等以后我有能力了，我一定要报答夏小姐。远方的朋友，你现在给我召唤出来，是攒齐10两黄金了吗？刚刚还差点被旁人抢了去。 10两不错，现在有了这黄金的财气，我的神力又恢复一些了。远方的朋友，说吧，这次你想许什么愿望？刚刚我的黄金差点被人抢了，我希望能够有保护自己的能力，不然我日后不管赚多少钱，都会被别人抢走的。那我就赐你金刚不坏之体吧。灯神，我感觉到了。有了这金刚不坏之身，以后你就不用害怕别人再欺负你了。灯神，太谢谢你了，我以后都能保护自己了。
不用客气，朋友，我也该回神灯里休息了。你要好好攒钱，等下次攒够100两黄金，再来找我许愿。对了，我现在神力也恢复一些了，你可以用1年把这个神灯收进你的体内了。收。这也太方便了！我现在拥有金刚不坏之身了，一个裁缝铺都敢派人抢劫我，我要让他们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代价。小二，你终于回来了，钱呢？掌柜的，我刚准备对那乞丐下手的时候，夏府的夏小姐就出现了，我就只好回来了。该死，让那乞丐跑了，我还去哪儿找他抢他的钱呢？不用找，我自己来了。这个臭乞丐竟然还送上门来了啊！刚才夏小姐在的时候，我不敢动你，现在你一个人还敢上门来挑衅，真是不怕死！吃我一拳！我的手断了，什么情况？你身上怎么这么硬啊？因为我现在是金刚不坏之身。金刚不坏之身，妖言惑众，给我拿命来！这怎么会这样？这剪刀竟然弯了！你真是金刚不坏之身！该我了！哎呦！我打！少侠饶命！我给你钱。之前想抢劫您是我们不对，我这里有100两黄金，作为赔偿来孝敬您。哦，还有我店里还有一件刚做好的顶级丝绸长袍，也一并送给您，怎么样？很好。下次再敢做这些违法的事，我饶不了你们。少侠，您放心，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您放心，我们以后一定遵纪守法。我这就把衣服拿来给您试穿。黄金也别忘了拿。我带您去试一下。不用了，不就在那儿吗？好。少侠，您看上去真是风流倜傥，一表人才啊！之前我还是乞丐的时候，为了自保，一直是女扮男装。这二人不知道我真实的性别，拿了件男袍给我。也罢，行走江湖，女扮男装的确更安全一些。行，衣服选的还算合身。对了，你们可知之前在河边救过我的那位夏小姐，她到底是何身份？少侠，这您有所不知啊，夏小姐是咱们白城最大世家夏家的长女，出了名的人美心善。最有名的世家吗？夏小姐竟然这么厉害，那我是不是没法报答她的救命之恩啊？夏家有权有势，什么都不缺，您要么是达官贵人，要么腰缠万贯，兴许还能帮得上夏小姐一点。寻常人的报答，人家夏家未必能瞧得上眼啊。好了，你们说的这些我都知晓了，这100两黄金我就拿走了。以后呀，记住，千万不能做坏事，不然我这个拳头啊，它……不敢了，您慢走。足100两黄金，这下应该又可以找灯神许愿了。我有神灯在手，以后一定能有报答到夏小姐的地方。灯神，快出来吧！年轻人，你居然这么快就唤醒了我，是又赚够黄金了吗？够了，年轻人，我就知道你不是普通人。吸收完这100两黄金的财气，我的神力又恢复了一些。年轻人，说吧，你这次想要许什么愿望啊？灯神，我想要钱，很多很多的财富。这个对我来说还是有点难度。
毕竟我的神力还尚未恢复。不过我可以给你一双财神眼。财神眼，它可以看到世间万物的价值，亦能看出真假，和你的变废为宝技能组合起来，能够发挥出1+1大于2的效果。我真的能看到物品价值了。灯神，谢谢你，我可以去夜市捡漏。哈哈哈，去吧去吧，等你下次再赚到足够的黄金，可以来找我许新的愿望。这捡漏是不那么好捡的，我这都有财神眼了，看了一道全破烂。哎，客官，看中什么了？天辰茶盏居然还是皇室专用，这要是能捡漏成功，可就赚翻了。老板，我呀要买个喝水的茶盏，我看你这摊儿上这个看起来倒还算特别，这个咋卖啊？您真是好眼光，这是我摊位上最好的杯子了，看您真心想要，这样一口价100两。100两？老板，你真能开玩笑？你这杯子都旧成什么样了，还狮子大开口？你真当我傻呢？不卖算了。哎，别走别走别走，我刚才开玩笑呢。10两银子如何？1两。你要是觉得合适，这茶杯我就拿走；你要是觉得不行，那我就再看看。好好好，1两就1两，成交。这茶盏就归您了。我路边白捡的破茶杯居然能卖1两，真是赚大发了。幸好这人不识货。这就是个最普通的茶盏，品相一般，也就值10个铜板。小兄弟，你花1两银子买这茶盏，怕是亏了100倍啊！你这人在这胡说什么呢？哎呀，客官，您可别听他瞎说，这茶盏很值钱的。哦，我觉得老板说的没错呀，这茶盏确实很值钱，毕竟这可是皇家御用茶盏。哎呀，实话跟你说吧，这茶盏是我路边捡的，1文不值。我就说嘛，这是个便宜货，还皇室专用，你不是想钱想疯了吧？现在再看看呢？这是皇族专用的宝款呐！我在路边捡的茶盏，竟然是皇室专用的。这个茶盏要是卖出去，怕不是能卖几百两黄金，这得翻上多少倍啊！哎呀，兄弟啊，不，亲爹，我愿意出100两白银买这茶盏，我求求您让给我，我就想留着当个传家宝啊！我这茶盏出去呢，我应该卖100两黄金也不为过吧？如今我们钱货两讫，那这个盏我是不会再还给你的，谢了。哎呀，发财喽！哎呀，这是几百年的宝贝呀！掌柜的，我要出手这个皇室专用的天辰茶盏。是你呀？你认识我？你之前还是乞丐的时候，在我门口要过饭。不过现在看你啊，真是今时不同往日啊。只是转运了而已。掌柜的，还是先看看我的茶盏吧。不用看，我不知道你用什么法子从乞丐变成现在这样，但你手上有皇室用的天辰盏，不可能，绝对是假的。白城最大的当铺原来也是看人下菜碟呀，说我的茶盏是假的，这可是皇室专用的宝款。啊，宝款是皇室专用宝款？不对，怎么会有这么旧的皇室茶盏？这个宝款绝对是假的。哎，你不知道私自盗印皇室宝款可是要杀头的罪吗？就算是真的又如何？你偷窃皇室茶盏，那是要处以绞刑的。谁跟你说我是偷的呀？这是我捡漏来的，那也是我的眼力好。捡漏？你一个小乞丐懂什么捡漏？既然你眼力那么厉害，你看我这木雕价值几何？你说中了，我就相信你。哼。我这木雕可是沉木的，是我花300两黄金高价收来的镇店之宝，我就不信这乞丐能说得出价格。1个铜板，这东西是假的？掌柜的，你这东西价值1个铜板。1个铜板？你个小乞丐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这是沉香木，花300黄金买的。那你不妨好好看看。哎呀，
我的沉香木啊！你赔我钱！这怎么是普通木头呢？你这东西就是个普通木头呀，不过是外表涂了一层油。哎呀，假的！我花300两黄金买了个假货。哎，我认输，你的确很厉害，是我有眼无珠了。掌柜的，现在可以聊聊我这茶盏了吗？既然你是内行人，我就不兜兜转转了。您这茶盏我500两黄金收，你看如何？韩老板果然爽快，500两黄金，成交。行，我去取黄金去。这500两黄金，您点点。那我就先告辞。小兄弟，等一下。掌柜的有事？小兄弟，你误会了，我看你眼力非凡，正好我这有个事儿，想请你帮个忙。事成之后，你能赚到1000两黄金。1000两黄金？啊，1000两！我有个大客户淘了2件昂贵的瓷器，想请我过去看看。我知道我的眼力，所以韩掌柜想请我帮忙一起长长眼。哎，没错。不过那主家在白城有钱有势，如果办好了，皆大欢喜。主家给的1000两黄金，我分文不要，全都给你。可事实是，这事儿要是办砸了，咱俩都麻烦了。哎，你看这事儿，韩掌柜放心，这事儿啊，我有10成把握。好，请。哎呀，韩掌柜，久等了，久等了。这位是孔倩，孔大师，是我请来的古玩专家。此次啊，与你一起帮我鉴别这瓷器的真假。韩掌柜，咱俩谁先看？今天我就不献丑了，这是许知言，比我厉害的大师。今天就由他来鉴别您这瓷器。许知言，鉴宝大师，我之前从未听说过有这号人物。这么年轻，能有什么眼力？韩然，你是不是存心耍程老爷？哎，韩某绝无此意，二位放心，许知言绝对不会看错。既然这样，那就请许小友先看第1件吧。许知言，来吧。顶级工艺的山海瓶，价值1000两黄金。韩然还真带我来了超级大户的家里啊！如何？确实是顶级工艺的山海瓶，这个是真物件，价值呢1000两黄金。没错，我的确是花1000两黄金买的。看来你还是有点东西，孔大师，你也来看一下吧。能看出价值算什么？让老夫来看看。这瓶子确实是真的。好，那就看看我这个雪梅瓶。先请许小友看接下来这一件。竟然是假的！程老爷，你这个雪梅瓶是假的，只值10文钱。只值10文？你确定？当然了。孔大师，你来看一下。程老爷，别听这质子胡说，这瓶子是真的，价值在1000两以上。我就说嘛，这工艺，这线条，怎么看它也不像个假的呀。程老爷要是愿意把赝品一直供着，那我许知言无话可说，无话可说。小小质子竟敢口出狂言，你说是假的就是假的，哪里假？你倒是给我说说。没错，既然你说我这个瓶子是假的，你可有证据？证据自然是有的。一杯茶水即可。好，我倒要看看我这瓶子到底假在哪里。这宝款竟然消失了。怎么会这样？这宝款为什么会遇水即溶？这没什么难理解的，名贵瓷器用的染料都非常昂贵，而仿制的就算再好，也舍不得用真正的名贵染料，都是用普通染料替代，自然遇水即溶。这个雪梅瓶是我花了7000两黄金购买的，我居然被坑了7000两黄金！程老爷，现在识破也好，免得以后被人耻笑。我回头一定要好好追查卖我瓶子的人，敢骗我的钱，找死！孔大师辛苦来一趟，没功劳也有苦劳，你去账房领10两黄金吧。好。
徐之言，多亏有您，我才能得知真相，我得好好感谢你。来人，取1000两黄金过来，赠与许大师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韩掌柜，你这次举荐有功，一会儿也去账房领100两黄金。哎呦，多谢程老爷，多谢程老爷。这可是1000两黄金啊，赚翻了！这下又能去找灯神许愿了。徐大师，你这是遇到贵人了。老爷不好了！哎呀，干什么呢？慌里慌张的，没看见我与大师正在交谈着吗？谁允许你过来打扰的？老爷，咱们的宝库被人抢了！什么？宝库被抢了？哎呀！要不要帮忙啊？程老爷家那么多人，应该用不到我。都是金子，正好这会儿没人，方便我召唤灯神，让灯神把这些黄金都吸收了。哎，灯神啊灯神，快出来吧！哦，灯神灯神，快看，我又赚到了黄金，我是不是又可以许新愿望了？哦，我的朋友，我真的没有看走眼啊！你竟然又赚了这么多的钱！我的神力又恢复了一部分了。说吧，这次想要什么愿望啊？我希望我永远都不会被别人偷。刚才那个程老爷就被偷了，我不想被人偷。永远不被偷，这个我暂时还做不到，但是，我可以给你这个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随身空间，你可以把任何东西都放进去，除非你主动打开，不然别人不可能偷走里面的东西。只有我才能打开的随身空间，灯神，这正是我想要的，太谢谢你了。好吧，那我先回去休息了，等你下次赚够钱再来见面吧。这回永远都不会被人偷了。去看看程老爷那边怎么样了，说不定还要请我帮忙，又可以赚一大笔黄金了。哎呀，程老爷，你先别哭了，当务之急啊是要报官呐。那些被偷的金银珠宝不算什么，区区几十万两，我能承受得起。重要的是，我的家传玉如意被砸坏了，这可是我祖上传了几代的传家宝啊！我对不起列祖列宗啊！哎呦，程老爷，这玉如意我可以帮你修复啊！你当真能修好我这传家如意？徐志言，你还有这个能力啊？我会一点。你要是能修好我的传家宝，我赏你5000两黄金。5000两黄金？程老爷，家中公房借我一用，我尽力而为。好，在这边我带路。徐志言，你可要小心，要是修不好，刚得到的好印象就都没了。我有灯神赐予我的变废为宝，修这个玉如意还不是简简单单？哎呀，放心。韩掌柜，你说许志言靠谱吗？我那玉如意都碎成那样了，他真的能修好？这个我也不清楚，不过程老爷可以放心，许志言的确不简单。这么快就出来了，是不是修不好了？许志言，玉如意呢？你们自己看一下吧。我家传的玉如意真的修好了，许志言，你太神了吧！毫无修复痕迹，简直跟新的一样啊！许志言，你简直就是神仙下凡呐！哎呀，许大师，你真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！哎呀，这不算什么。来人，快抬5000两黄金，我要重谢许大师。5000两啊！谢谢程老爷。哎，谢我干什么？我要好好谢谢你才对呀！徐大师，你慢慢和黄金亲热，我赶紧把我这玉如意藏一个好地方去。快，你们俩跟我一起走。我也该去账房领我的100两黄金了，咱们有缘再见啊！正好趁没人，把我的黄金都收起来。有了这随身空间，确实好用。我的东西啊，肯定不会像程老爷那样被人偷了。如今，我这也算是腰缠万贯了。不知道那位神仙小姐的恩情，我什么时候能还上？哎，徐大师，我们老爷刚刚下令，请您先去花园稍等片刻，他有一人要介绍给您认识啊。要介绍给我认识？
这我就不知道了，还请许大师先跟我一起去花园等候。劳烦带路了。乖女儿啊，你是不知道，爹今天遇到一个多么厉害的人呐！年纪轻轻，不仅眼力超群，修复起古董来更是手段了得，特别优秀。爹已经把人给你留在花园了，你赶紧去看看。爹，你这相亲的借口越来越离谱了。我有那么愁嫁吗？女儿，你就相信爹一次，爹亲眼见识到了他的能力，你赶紧去见见他吧。他叫许知言。行吧，爹，我去见见。翠儿，和我一起吧。好。夏小姐，没想到居然会在这儿见到你。许公子，我们见过吗？没想到程老爷的女儿竟然是那天在河边救了我的夏小姐，这也太巧了。虽然我一直是女扮男装，但好歹穿着和当初大不相同，夏小姐肯定认不出我了。夏小姐，那晚你在河边赏月，恰逢我被人打劫，是你出手拦住他，之后你还给了我3两银子呢。是你呀，你是那天的小乞丐。可是你怎么……今时不同往日了吗？确实，士别3日，当刮目相看。许公子，我听闻父亲说你的眼力和记忆都出神入化，无人能比，不知可否有幸见识见识？夏小姐的意思是，我想让你陪我去一趟黑市，正好我打算淘几件瓷器，不知许公子可否帮我长长眼？当然可以了。那夏小姐请。走。夏小姐，这里是黑市，看起来完全不像啊。许公子不必担心，我和爹爹经常来这儿，我们算是这里的顶级客户，这里就是专门为我们准备的。夏小姐，您来了，我这正好收了一小批上等的瓷器，您要不要看看？掌柜的，我们这一次是来挑些残次品的，由我这位朋友来挑选修复。这是换了玩法吗？都行。夏小姐您看一下吧。残破瓷器毫无价值。残破瓷器毫无价值。满是裂纹的海天霞色瓷瓶，出自大师之手，因残破而价值1两银子，修复后价值7000两黄金，终于找到个值钱的了。就这个吧。小兄弟，眼光不错嘛，这原本是出自大师之手的名贵瓷器，可惜现在满是裂纹，应该不太好修复吧？无需多言，说个价吧。既然夏小姐开口了，那就给10两金子吧。这瓶都破成这样了，你要10两黄金，你坑谁呢？这样吧，最多1两。如果你同意，这瓶子我就来修复；你若不同意，那我们便走吧。好，那就1两银子。夏家人以前可没讲过价呀。许公子，这东西修复后很值钱吗？价值7000两黄金。既然如此，掌柜的，帮忙准备些工具吧，由我这位朋友进行修复。既然夏小姐开口，那必定会竭尽全力。夏小姐，我这修复的手段都是祖传的，有一些……好，明白。掌柜的，咱们先出去吧。好。夏小姐，我修复好了，你可以进来了。小兄弟，你这个修得这么快吗？对啊，夏小姐，看一下吧。许公子，你居然真的把这
海天霞色瓷瓶修好了，这个修复的毫无痕迹，就像新的一样，至少价值7000两的黄金啊！许公子，你果真如爹爹说的那般厉害。哎呀，这都是小意思，不算什么。要不咱们去找个地儿卖了？哎呀，这都是小意思，不算什么。要不咱们去找个地儿卖了？不如就在这卖了吧。掌柜的，哎，夏小姐，我们直接就在黑市卖，不好吧？放心吧，没人敢招惹夏家。掌柜的，不知道你们这里收不收这瓷瓶？价格嘛也好商量，7000两黄金。哎呀，不过夏小姐，7000两可不是个小数目啊！夏小姐您看，7000两便是7000两，你知道的，夏家从不讲价。好，我让伙计直接把钱送到夏家，您看怎么样？不了，这笔钱可不是夏家的，而是这位公子的。许公子，你觉得这笔钱送到哪里比较合适？其实这笔钱送到哪里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现在就要见到这7000两黄金。哎，行，我现在就让伙计把它抬上来。来人，把黄金抬上来。啊！来人，把黄金抬上来。啊！哇！啊！这么多的黄金，应该够再找灯神许愿了吧？许公子，我听闻爹爹说，你现在没有固定住所，不如你先将黄金送到夏家，你跟我一起回去。虽然我有空间可以收纳这些黄金，但是现在人这么多，没办法用空间，不如就先送到夏家，找机会再放到空间里。夏小姐说的非常有道理，那便如夏小姐所说，先送到夏家去吧。我现在就让伙计跟随二位一起把黄金送到夏家。多谢老板了。敢收我的7000两黄金，我不管你的背景有多强大，黑市的钱谁也别想给我拿走。记住，我们的目标是黄金，抢完就跑，千万不能暴露了身份。掌柜的说，绝对不能伤到夏雨言，其他人敢反抗，那就格杀勿论。走。许公子，没想到你年纪轻轻，才华就如此出众。都给老子滚！留下黄金，饶你们一命！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然公然抢劫！知不知道我是谁？老子管你是谁！再不走，照杀不误！夏小姐，你快走。我走，那你呢？不用担心我，我身手很好的。你在，我反而施展不开。走，我一定没事，快走！你居然把你的护身符给送走了，那就受死吧！上！看不动，怎么可能？烦不烦呀？这人不对劲，走！我问你，谁让你们来的？我死都不会说的。死都不会说呀？现在呢？谁让你们来的？我是不会说的。好，死都不说是吧？我说，是掌柜的让我们来的。掌柜的？黑市的掌柜？对，就是他。7000两黄金对于夏家来说不算什么，但对于黑市背后的大佬来说已经非常多了，所以派我们来抢劫。说完了，饶你一命，去吧。
哦，你竟然又赚到了1箱黄金！不止哦。哦2箱，应当够许一个愿望了吧？够了够了，我现在就吸了这黄金的财气。吸收了这2箱黄金的财气，我的神力又恢复了一部分。年轻人，说吧，这次想许什么愿望啊？我希望能够知道别人在想什么，我不想再被这种阴谋诡计给暗算了。可以，那我就赐予你读心术吧。有了这读心术，你就可以看穿别人的阴谋诡计，就可以读到别人的心声。读心术，灯神，这个能力好呀！你要好好利用这个能力。我先回去休息了，等我们下次见面，记得带10万两黄金啊！放心吧，灯神。黑市幕后老大是吧？那我倒要看看你的命，你能出多少黄金来换？哼！龙爷，您放心，根据您的命令，我已经安排好了。夏雨言绝对不会受伤，金子也绝对可以带回来。要做的不留痕迹。7000两对我来说虽然很重要，但要是被夏家盯上，也很麻烦。办好就行。是，要谨慎利落。说什么呢？啊！你夏雨言身边的那个朋友，掌柜的，记性不错呀。少侠，有话好好说，咱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误会？我可听门口的那个小兄弟说呀，你要杀我。是吗？既然如此，那你就去死吧。那你就去死吧。这怎么可能？不要杀我！我给你钱，我还有剩下的3000两黄金，都给你，好不好？先忽悠住他，回头拿着这桌底下藏的1万两就跑路，这地方待不了了。哟，看来不怕死啊！哼！果然不少。哼，你坏事没少干呐，赚那么多黑心钱。哼！哼！哎呀，还好我有这一身金刚不坏。啊，坏了！夏小姐那边肯定要担心死了，我得赶紧回去找她。小姐，喝药吧。夏小姐，我回来了。许之言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受伤没有啊？有没有遇到我派出去支援你的家仆？家仆倒是没遇到，不过没事儿，那些人已经被我打跑了。打跑了？你一个人打跑了3个？不止呢，那些打劫我们的人都是黑市的人，我还顺手把他们的老大也给打倒了。女儿，爹刚才听说这黑市现在乱得一塌糊涂，好像什么背后掌权的老板死了。坐下。爹，是许之言做的。哦，我们昨晚遇到了劫匪，许之言不仅击败劫匪，还查到他们都是黑市大佬派来的，那大佬就是许之言杀的。哦，许之言啊，许之言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你呀，能文能武。别动。
哎呀，哈哈哈，不错，般配，太般配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般配？什么般配？等一下，夏老爷该不会是想把夏小姐许配给我吧？天啊，我可是女扮男装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夏小姐，可惜我女儿的病根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治好啊。病根？当年我娘早产生下我，所以我身体一直不好。父亲为了救治我，也已花费了100万黄金，却一直医不好。夏老板，或许夏小姐的病我能治。哦，不过我需要10万两黄金。灯神说下次许愿要10万两黄金的财气，只要钱够了，就能向神灯许愿，为夏小姐治病了。许之言，你还懂医术啊？这10万两黄金啊，对我不算什么啊。但是啊，我的黄金都放在了宝库里面，昨天又被盗了。要想凑齐这10万两黄金，在夏家产业里周转，至少要1年时间呐。哎，我还有一个办法，正好我今天约了一个皇商谈生意，如果能顺利的话，就能获得这7、8万两黄金，剩下的再想办法。夏老爷，那这次你可以带着我一块儿去啊。哎，你也要去啊？徐之言，这谈生意跟看瓷器可完全不同。我有读心术在，应对这种场景无往不利，而且多赚一点就可以给夏小姐治病，也好报答她当初对我的救命之恩。夏老爷，其实我对这方面还是有一些得心应手的。呵呵呵，好，到时候跟我一起去。徐之言，介绍一下，这位啊是莫童，莫老板。莫老板可是江南最大的皇商啊。莫老板，这位是许之言，是我夏家的贵人。夏老板，我就不跟你废话了。这次江南那边需要更多的生丝，我愿意出300两1担生丝向你购买，你看如何？300两的价格倒是合适。徐之言，你觉得呢？徐之言，你觉得呢？300两1担应该能谈下来。这次朝廷可是安排了任务下来，丝绸供应量必须要达标才行吧？程老爷，我觉得300两1担是不是少了点？这还少？我最多再给你加20两，320两勉强可以接受，但绝对不能超过500两。程老爷，要不然500两吧？你许之言，谈价格不是这么谈的，这都快翻1倍了。莫老板怎么可能会出这么高的价格？放心吧，程老爷，莫老板一定会同意。夏成，你什么意思？涨这么多，你生意是不是不想做了？莫老板，这涨得多吗？那这朝廷的任务可怎么办？指标可是必须要完成的。如果没有夏家的帮助，那些丝绸可怎么办呢？你怎么知道朝廷的要求啊？算了，那就500两1担吧。行，那到时候结账的时候，我们可能需要黄金支付。没问题，我已经准备了2万两黄金作为定金，余下的几十万两黄金我会分批在1年内向你结清。原来莫老板早就做好了500两1担的打算呢。本来是打算向你砍砍价，实在不行再按500两1担给你结算。可惜呀，你这找来的人是个谈判高手啊。既然生意已定，那我就去给你取钱。好，有劳了。徐之言，行啊，没看出来你还是个多面手。夏老爷，这都小事儿，主要是就算是现在，距离给夏小姐治病的10万两黄金还是差不少呢。夏家的钱要不是被盗了，这钱根本就不算什么。
不过现在有你在我身边，我相信这钱很快就能凑齐了。不过还有件事，你需要注意一下。什么事啊，夏老爷？不要老叫我老爷老爷的，以后啊就叫我夏叔叔。哎，行，知道了，夏老爷。哎，夏叔叔。剩下的8万两黄金不用着急，我想办法。不过到时候可能需要你帮我点小忙。夏叔叔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您尽管说，只要我能办到的，绝对义不容辞。我要做的呀，其实也很简单，就是啊，成为皇商。皇商？我现在啊，虽然是家财万贯，但是要是在皇商面前，那还要低人一头。若能成为皇商啊，便能够允许经营这盐铁茶这种刚需暴利的生意，还能获得朝廷给的8万两黄金的补贴。到时候语言的治病钱不就有了吗？放心吧，夏叔叔，需要我做什么呀？我绝对完全协助你，只要能够帮夏小姐治病。哎呀，又是夏小姐，以后啊改名叫语言。这次啊，如果能把这10万两黄金凑齐，你若能医治好语言的病，我呀就将它正式许配给你。毕竟啊，我这家财万贯，到时候还需要你夫妻2个人继承呢。把夏语言许配给我，我可是女的呀！这下完了，要不直接摊牌吧？可要是现在摊牌的话，夏叔叔他会不会觉得被骗了，想要杀了我呀？你这傻孩子，高兴傻了吧？放宽心，你一表人才的，跟语言很般配的。哎呀，算了，不想这些了，走一步是一步吧。眼下还是先赚够钱，帮语言治病为重。夏叔叔，您看我能帮您做什么，协助您成为皇商呢？一会儿啊，跟我去县堂知府。哟，夏承兄，您这么晚还来找我，是否有要事相商啊？我就是啊，想问一下吴知府，关于咱们白城下一任皇商的事儿啊。来，坐。吴知府坐。夏承兄啊，这皇商啊，可不是说谁生意做得好就能被选入的，这里面呢，门道可大着呢。这夏承确实是皇商的有力竞争者，不过南边的富商可是给了我20万两黄金的，现在还放在我的书房里面呢。知府大老爷呀，您不同意夏叔叔做皇商，该不会是因为夏叔叔没给您20万两黄金，让您藏在书房里吧？嘿，你在胡说什么呀？我都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什么情况？他怎么知道这件事情？难道是看了我的账本？不应该呀，账本我都藏起来了，难不成是我身边的人说漏了嘴？知府大人，这我是不是胡说？那账本上可是写得清清楚楚啊！你这是污蔑！来人，快来人呐！知府大人，把他给我轰出去！那我可就保不住我知道的事情会有多少个人知道了呀！你给我滚出去！你怎么知道那20万两黄金的事啊？哎呀，知府大人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呀。只要啊，您能让夏承叔叔成为皇商，一切好说。好，没问题，我一定鼎力相助。今夜就写文书给宫里，明天呢就把皇商的牌匾8万两黄金到位。那便多谢知府大人了。不过你可得替我保证，不能告诉别人。知府大人放心，我知道的事啊，一定不会跟任何人讲。知府大人今晚啊，肯定能睡个好觉的。知府大人慢走。哎呀，什么情况啊？知府大人竟然同意了，你是抓了他什么把柄？给我讲讲。法不可知，则微不可测。其实我懂得也不多，全都是他自己脑补的。什么法？
哎呀，算了算了，反正啊，我们马上就要成皇商了，明天就能拿到黄金。夏小姐的病终于可以治了。我们走吧。哦，来了。哎，智妍，皇上的牌匾和钱都送来了，从此啊，我夏家总算是有朝廷的背书了。现在这10万两黄金也凑齐了，我女儿的病总算能治好了呀。对，夏叔叔，要不你先过去看看夏小姐，我……好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年轻人，这么快又凑够10万两黄金了吗？对，何止10万两，这还有多的呢，快吸收吧。许之言，这次你想许个什么愿望？我想，夏小姐的病能不能治好？这也太简单了，把你的手伸出来。我现在授予你了治愈术，你可以治愈世界上的一切疾病。您是说，我可以亲手治好夏小姐的病？没错，去救你想救的人吧。语言，我这就来治好你。许公子，我该怎么配合你？不用配合。感觉怎么样？我感觉非常好，原本心口一直堵着东西，现在全部消失了。那便好。夏小姐，刚刚呢是我们医者救人的一个手法，名叫出其不意。这样啊，谢谢许公子。女儿，你怎么样了？我感觉非常好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自己心里最清楚。太好了，许之言呐，许之言，你不仅是我夏城的女婿，更是我夏家的恩人呐。夏老爷，这女婿啊，知道你害羞。来，女儿啊，现在我就正式把我女儿许配给你了。你可一定要对我女儿好好的呀。我呀就不在这儿碍事了，接下来呀交给你们2个小年轻了。现在说出真相未免也太过难堪，还是找个机会单独跟语言说吧。相公，奴家以后就是你的人了，我们要相伴一生。夏小姐，相公，现在天色已晚，咱们去休息吧。这天色好像……走吧。夏姑娘，我有事想跟你说。夫君请说。事已至此，多说无益。既然爹爹把我许配给你，我就是你的人了。无论你是谁，我只知道你是救了我们夏家的许之言。那夏老爷那边呢？不用问爹爹，我怕他受不住打击。哦，还有别的瞒着我的事吗？没有。相公对我有救命之恩，小女子一切心甘情愿。
我听闻白城有一位叫许之言的名医，能不能请给我夫君看下病啊？事成之后，我愿意送30万两黄金作为酬谢。神医，没想到才过去半个月，这许之言的名头就已经传出去了。哎，夏叔叔，女婿、女儿，坐，正好他来了，有什么问他。夏叔叔，什么事？您就是许神医啊？我是江月。我夫君早年出门游玩，折断了双腿，早已卧床多年，恳请您能出手为他治病。事成之后，我愿意赠送30万两黄金。30万，这可是笔不小的数额。有了这30万，估计很快就能找神灯许新的愿望啦。可以啊，江夫人。不过希望治好之后呀，江夫人可以替我宣传宣传。哎呦，当然，那我们现在就去吧，许神医。现在？快！爹，哎呦，我们走了。太好了，行，路上小心点啊。大夫，你就直说吧，我这腿到底还行不行吧？什么话我都能承受得住。董大人，您的这双腿已经无力回天了，神仙在世也难救啊！哎呀，夫君，我给你请到了白城最好的许神医，听说他能点穴，一下子就能治好任何病。点穴就能治好？说的什么胡话？点穴能够治病，一派胡言，一看就是骗人的。许之言可不是骗子，不是骗子。来，点2下，看看能不能让董大人站起来。冒犯了。这就好了，根本不可能。夫君，你感觉怎么样啊？我好像能感觉到我的双腿了。什么？我不信。有什么信不信的？站起来走走不就知道了。慢点。这怎么可能？这根本不可能！居然真的治好了我的双腿，神医啊！董大人，下跪就不必了。方才您夫人所说的30万两黄金，30万两怎么够？请神医和我一起去我的宝库，里面所有黄金都是你的了。这怎么可能？这是什么医术？哎，哇，这足足50万两黄金，就都给我了？是啊，足足50万两，如今就全部送给神医您。相公，这些黄金太多了，送到夏家会有点麻烦。不用担心，我自有办法。这样，一会儿呢，你先陪董夫人出去走走。好。许神医，那我们就先走了，回去一定好好宣传一下您惊人的手段。那便多谢了。有随身空间就是方便呀，别说50万两黄金了，下次就算是遇到100万两，我也装得下，根本就不是什么难事。那帮废物御医，居然连朕最心爱的宁妃都治不好，真该把他们全部都杀了。皇上，最近锦衣卫不断调查，发现夏家有一女婿许之言是位神医，他有一双点穴手，只要他出手，一定可以彻底治疗宁妃的病症。哼，那还等什么？快去召他进宫，只要他能治好，朕就赏他100万两黄金。是。老爷，出事了！老爷，干什么？总是慌慌张张的，怎么了？老爷，皇帝来下旨了。什么？皇帝？你们谁是许之言呢？
我是许之言。好，跪下接旨吧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今闻许之言有通天医术，特意召入医治朕之爱妃。若能痊愈，重赏黄金100万两，钦此。许之言接旨。许之言呐，没想到你神医的名声已经传到皇帝那儿了。哎呀，你可要好好表现呐！这100万两黄金对我们夏家可不容小觑呀。并且啊，还能让皇帝得到好感。放心吧，岳丈大人，我呀肯定能治好贵妃的病。许之言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走？皇上那边可还等着呢。现在便可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便走吧。圣旨上说了，让许之言入宫，没有你在这里等。阿言，早点回来。放心吧，我回来给你买金首饰。女儿，你就放心吧，天子脚下没有人敢造次。皇上，许之言带到了。你就是许之言，不要废话，快治好朕的宁妃。是。宁妃娘娘有话要说。皇帝昏庸无能，我更是被他虐待至此的。不要救我，救了我，反而是害了我。没想到皇帝居然是这样的人，可是不治的话，皇帝怕是不会这么轻易放过我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快治好他！朕告诉你，要是治好了，朕赏你100万黄金；要是治不好，朕就诛你9族，到时候夏家直接消失。对不住了，宁妃，我不能害了夏家。回陛下，治好了。这么快？哎呀，这么神奇，居然让之前被打留下的伤都消失了。许之言，你有功，和太监去领100万黄金吧。许之言谢过陛下恩典。不必谢我。还有，拿到黄金后，先不要急着走，先在皇宫里留宿1晚。是。是为何在？皇上有何吩咐？去，好好招呼招呼我们的许神医。是。爱妃，朕就可以好好疼爱你了。这是宫里仅有的100万两黄金了，皇上把他们都赏给你了。什么？这就是全部？看来这皇帝确实昏庸无能。不过拿下这100万，我就可以找灯神升级了。
得先支开这个太监，先把黄金收进我的空间里才行。公公，我这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，想跟这黄金啊再多待一会儿，也不知道啊，你看行不行？好，不过你要快一些，我待会儿还要带你去住的地方。啊，放心，我明白。哦，有这随身空间就是方便。哦，搞定。这里就是你今晚要住的房间，晚上不准离开这里，否则被巡夜的侍卫发现，你会被当场砍杀。多谢公公提醒。灯神，我今日赚了100万两黄金。哦，看，都在我的随身空间里。哦吼，居然是真的！哈哈哈，你小子也太厉害了！这时我的神力又恢复一些了。朋友，这次你想许一个什么愿望啊？灯神，我能不能当皇帝啊？今日我帮那个皇帝的妃子治病，我治好了他的妃子，我居然还要被威胁生命。所以我想呀，这皇帝掌握生杀掠夺的大权，确实这个更有用一点，那比我的绝世武功、无尽的财富都要有效一点。说的倒是，不过我现在的实力还没有办法帮你直接变成皇帝。但是，我可以给你一个这个。这个是人皮面具，只要你戴上它，你就可以变成皇帝本人的模样了。我变成皇帝？我不用直接变成皇帝，但是我戴上它，我能变成那个狗皇帝的样子。到时候我无论做什么都是皇帝做的事情啊！就是这个样子。好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要回去休息了。我们下次再见吧。哎呀，好好休息吧。侍卫大哥，这么晚了，不知你来我房间所为何事啊？干什么？当然是奉皇帝之命杀了你啊！嘿，怎么可能？竟然砍不动！想杀我？看招！看你有没有这个命了。这个该死的皇帝，我不过就是知道了他虐杀妃子的事情，他居然就要杀我。看来这个皇帝啊，他真的是昏庸无能，没有资格当。既如此，我真的变成皇帝的样子了，连衣服也变了。狗皇帝，我来了。你就是这么职业的？对不起皇上，我刚才是太累了，我不是故意的。皇上一定不要赐死奴才啊！这都要赐死，看样子皇帝简直是残暴上天了。起来。
多谢皇上，多谢皇上。从现在开始，朕的寝宫外不允许任何太监、侍女、侍卫靠近，无论里面发出任何声音，天亮之前都不准靠近。违者斩。是，奴才这就去传达。现在没人了，动手就更方便了。终于进来了这寝宫呀！嘿，嘿，哎呀，你是朕的爱妃里面，你的惨叫最悦耳。住手！许之言，你居然没死！许神医，救我！许之言，你居然这么对我！来人，来人！叫你别叫了，今日这行宫内，怕是你叫破喉咙，都不会有人来救你。朕的侍卫何在？侍卫！侍卫！哎呀，你，许神医，别这样，会死的。放心吧，宁妃娘娘，外面的侍卫都被我引开了。今夜，就算这个狗皇帝死在这儿，也不会有任何人知晓。是这样吗？你干什么？朕是95至尊，朕命令你停下来。95至尊，你连畜生都不如！许神医，你为什么要拦我？就算因此而死，我也心甘情愿。我并非拦你，只是你就算是要报仇，也得先恢复体力才行。我现在先帮你治好伤。许神医，你真是世间上最大的善人。爱妃，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呀！狗皇帝，你忘了这些年你是怎么虐待我的？我恨不得现在就让你死！你现在报仇了，应该开心啊！可是我们怎么逃得出来呀？我把他打得这么惨，侍卫不会放过我们的。别担心，回去收拾一下你的行李，明天就出宫，剩下的事我来解决。放心。许神医，你难道是神吗？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可以离开这地狱，回家了。多谢许神医，回去吧。您的大恩，我永生难忘。没事了，回去吧。你们死定了！我到了地狱要还是皇帝，你……我告诉你，你昏庸无能，残暴无度，还死性不改。你坐在这个皇位上一天，那就是对黎民百姓的苦楚。如今，我会亲手解决你，之后替你坐上皇位。你坐上皇位？不可能！是吗？像不像？这怎么可能？嘿嘿，嘿，这怎么可能？怎么样？现在可以安心去死了吧？狗皇帝！哎，吓死了！不是我。既然如此，就先滚到我的空间里吧。
不过这狗皇帝也不能一直待在我的空间，找个地方把它扔了。来人！皇上，您有何吩咐？朕的宁妃身体饱受摧残，朕于心不忍，即日起将她送回老家安度余生。皇上真是有如天之厚德，奴才这就下去吩咐。一个人去就行，朕还有一事要吩咐。是。接下来就该找个机会丢掉尸体了。朕有一会务要置于井中，来去除邪气。你带朕去无人的古井。是，皇上。皇上，您看这里如何？不错，你转过身去。就让我们的狗皇帝在这里泡着吧。转过来吧。皇上，今天的事，你要是敢说出去，可知后果啊？奴才以小命发誓，今天这事若是传出去半个字，奴才不得好死，天打五雷轰，死后还被人挖坟掘墓。倒也不用这样。只要你不说出去，自然是无碍。多谢皇上。现在你传朕的旨意，让夏家长女夏雨嫣入宫。是，奴才这就去传旨。接下来啊，整个江山终于是我的。待着吧。皇上，夏雨嫣到了。啊，快让她进来。是。不知皇上让民女入宫为何？哎，朕让你当皇后，如何？不可能，我绝不答应。哎，你肯定会答应的。我就算死，也绝对不会答应。我家许知言在哪里？哎，相公，好啦，不哭啦，不哭啦。来，坐。怎么啦？不哭了啊？我跟你说啊，你都不知道先前那个皇帝有多可恶。我啊，治好了他妃子的病，他还要杀我，而且啊，他还要把我们整个夏家都杀了。什么？传闻当今皇帝昏庸无能，残暴至极，现在看来果真如此。哎呀，快吓死我了。不过呀，我运气特别好，我呢找到了一个密室，在那个密室里面找到了一个人皮面具，所以我变成他的样子，用他的身份活着。不过你放心，那个皇帝已经死了。死了？怎么样，妍妍？要不你做我皇后？这恐怕不行，毕竟只有我知道你是许知言。况且在外人眼里，你是我的丈夫。要是我当了皇后，被天下人知道了，岂不是要说我攀附权贵，始乱终弃？没事儿，那就慢慢来，反正我们时间还多着。迟早有一天，我要让这个天下都姓许。这有可能吗？当然啦，你摸摸，你摸摸，这张脸多漂亮，我可不想顶着那张丑脸活下去。啊，怎么了？我不知道，我这里……皇上，啊，
宰相大人在御书房求见。怕什么？知道了。好啦。不碍事儿，以后这都是常事儿。我先过去看看，宰相他们应该是有正事。我等你回来。皇上，最近南边出现水灾，可国库空虚，已经无银可拨了。这该怎么办？唉，果然是当了皇帝才知道这个位置有多么的不好做呀。先让各地富商先行筹款赈灾。这倒是个办法，不过只是这样也怕不够用啊。不够用，后面再说。先让南边的富商们筹款赈灾，快去。是。这国库居然没钱了，这次赈灾需要富商们筹款，下次遇到危险就麻烦了。相公，你可以去查查刚刚那个吴德宰相，民间盛传他可是最大的贪官，光是黄金就贪污了1000万两，如果严查，绝对能查出点什么。1000万两？他个宰相居然贪出这么大的名头，要是这样，绝对有更多的官员跟在他背后一块儿贪。哼，真该死！我马上让锦衣卫去查他，只要有证据，这些贪官一个都别留。这好像也不太妥，也不能全部留，至少要完全找到能够替代他们的人再动手才行，不然就没人做事了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就像机器一样，如果决定大修，一定要先备好备用零件才行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回头向神灯许愿，得到几名绝对忠诚于我的得力大臣，到时候不仅可以杀光贪官，还不用披着人皮面具来假冒皇帝，因为真的有人支持我自己当皇帝。无论你做什么，我都会支持你的。既然决定了，那就下命令吧。侍卫何在？卑职在。去，给朕查一查，吴德宰相这些年到底从国库里贪污了多少钱？一旦有消息，就立刻来告诉朕。是，卑职这就去找。就让我看看，这宰相大人的肚子里到底装了多少的金山银山。宝贝儿，不要害羞嘛。为了把你买进门，我可是花了几十万两黄金呐。哎呀，外面什么情况？你们竟然闯我家里来！你们有皇帝的圣旨吗？我们正是奉皇命调查宰相吴德贪污国库的情况，今日情报已经完全确定，就是专门来抓你的。吴德，你跑不掉了。你们放过我，我给你们每人100万两黄金。你以为人人都和你一样？老子忍你很久了，今日有皇命在身，今日你必死无疑。你贪污的所有黄金全部都要吐出来。一会儿派人将已经清点的1000万两黄金，还有价值2000万两黄金的金银财宝全部清点，送到国库去。是。我们两个把他押送到皇帝面前，让皇帝处置他。不，我死也不去！我不去！快走！皇上，喜事，大喜事啊！宰相大人被抓住了！好，干得好！那宰相在哪儿啊？现在有2名锦衣卫正在押送，应该马上就到了。好，到了之后让他们立刻进来。是。没想到这么快就抓住了他们。还不是因为前任皇帝是个废物，下面人贪污起来肆无忌惮，估计也懒得藏着掖着了。这样一来，调查起来可就太简单了。皇上，罪臣吴德已经带到，他所有的贪污证据，还有和其他大臣一起谋划贪污国库的情况，已经全部调查清楚。
好，果然和朕想的一样，这帮畜生们贪污成性，想拿到他们的证据不会有多难。皇上，请您看在微臣一直兢兢业业辅佐你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份上，放微臣一条老命吧。微臣愿意从此隐居山林，再也不出现在你的眼前。你的苦劳恐怕全部都是用在贪污国库的黄金银两上了吧？微臣只是一时被纸醉金迷了心，请您放过微臣吧。够了，朕不想再听你说一句话，把他给我拖出去斩了。李卓，你他妈疯子，竟然要杀我！大胆！皇上之名也是你能够玷污的，还不把他拖出去给我斩了！是。你去好好给我查查吴德家，他的家中绝对有许多的金银财宝。卑职来之前已经安排人于宰相家中进行清点，这会儿应该已经将所有的金银财宝归入国库了，总共加起来价值3000万两白银，其中纯黄金就有1000万两。你做的不错，但这些还不够，你继续给朕查那些贪官，有一个算一个。只要证据确凿，无需问朕，就地格杀，当场抄家。是，卑职这就去办。收回贪污的银两，差不多就可以再次许愿了。这次绝对要解决眼前的所有难题，让灯神为我寻到真正能为百姓考虑的人才。相公，你真是越来越像皇帝了。哎呀，早晚的事儿了。悄悄告诉你，我现在选拔一批人才来当我的左膀右臂，到时候就能强制上位，无需再借用那个昏庸皇帝的皮了。真的吗？嘿嘿，那是当然的。我现在还有事儿，先去国库了。1000万两黄金，居然都堆成山了！哼，宰相一人居然贪污这么多，怪不得南方水灾国库里无银两可拨。皇上，这只是存款，其他财物加起来还能价值2000万。2000万，这么多，那就不要耽误时间了，快拨款去救南方的水灾。是，卑职这就去办。等一下，你出去的时候告诉外面的人，没看到我出来之前，谁也不准进入，明白了吗？卑职明白。去做你该做的事吧。是。又可以许愿了。哦，1000万了！哦，许之言，你真是越来越熟练了。快吸收吧。怎么样，灯神？你吸收完了，神力是不是又恢复了一些啊？我的神力是恢复的越来越多了。那好，我现在就要许愿。说吧，你这次想许个什么愿望？我实在是不想戴着别人的面具而活。我想自己真正的统治这个帝国。所以，灯神，我想要一套绝对忠诚的文臣武将，让他们辅佐我登上真正的帝位。那我直接把这些能力转到你身上，不就好了？哎，打住啊！我这几天假装当皇帝，这几天已经累坏了。这皇帝的工作不是人干的，你就给我一套绝对忠诚的班底，让我当甩手掌柜就行。好，那我就从时间的长河中为你挑选4位从古至今以来最有名、最忠诚的文臣武将来协助你，怎么样？去！这些是商鞅、诸葛亮、
霍去病，还有王守仁。哎，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哦，哎呀，灯神，你找的这些人可太厉害了，这回啊，真稳了。有了这4位辅助你，我要回去休息了。等下次你赚够1亿两黄金，让我吸收1亿两黄金，我的实力就会更好，到时候可以实现更大的愿望哦。好，明白了，灯神，您休息吧。各位，朕不想再活在他人的面具之下，朕要以自己的真实面容统治这江山。待将来江山稳固，充盈国库，灯神的神力啊就可以再继续恢复。不知道诸位爱卿可有何想法？臣知道您是女扮男装之身，虽为女子，却心怀天下，能力超群。陛下，您想争大位，臣建议您自称为早年流落的皇室公主。当今皇帝乃是篡位而来。臣建议，第一步应当修改律法，以雷霆手段清除皇朝内所有旧势力，随后由我们4人填补大权空位。臣会规划帝国发展，确保律法可以畅行无阻，且具体的实行下去。陛下可以将锦衣卫交给臣来统领，届时任何不臣服之人都会得到我处置。好呀，你们这些提议非常好。那接下来，来人，卑职在。从今日起，这4位将替朕执掌朝堂，他们所到之处，如朕亲临，一切命令皆为圣旨，所有人必须遵从。另外，你们锦衣卫从今日起就交由霍去病带领了。是，卑职领命。 4位，朕是否能登上大位，就看你们的了。臣等定然全力以赴，助女帝登基。哈哈，好，放开手去做吧。微臣已经修改律法，不仅除掉了几乎所有的贪官，同时还将那些可能反抗陛下的人全部压制。微臣已经统筹全国，如今无论什么命令，皆可顺畅到达全国。臣已经率领锦衣卫解决掉了一些棘手的藩王和大臣，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威胁可以阻拦陛下了。臣已经布好大局，现在民间已经承认女帝才是正统。朝野之上，多数官员已经在支持新帝上位，仅有少数还在犹豫摇摆。陛下，现如今可是登基的最好时机。微臣已经拟好先帝遗诏和一份当今陛下的罪己诏，他们一来可以证明您才是女帝，二来可以让现在伪装的皇帝正式退位。好，这几天的努力果然没有白费。相公啊，你到底是从哪里选来的这4位惊天能人？他们的手段实在是太强了。这个嘛，保密。不过你只需要知道他们4个绝对忠诚就可以了。行，那既然这样，各位就可以开始准备登基的事了。只要朕上位，4位皆是从龙之臣。臣已经提前安排好2位阁老在皇宫正殿，他们可以代表朝野内的所有官员，同时还有司礼太监主持传国玉玺等待，请陛下移至正殿登基。朕想过你们已经准备好，没想过你们已经完成到这种地步。只需要朕去登基，便可以完成所有仪式。既然如此，走吧。那4人
到底是什么来头？还有他们所说的，是不是真的？现在纠结这些还有意义吗？新皇上位已经是板上钉钉，反正旧皇帝也是个昏庸好色、残暴无能的废物。只要这新皇帝上位，能让这王朝变得更好，谁当这皇帝不是当啊？此乃当今皇帝李卓之罪己诏。朕得位不正，窃国10几载，昏聩荒淫，致天怒人怨。然今公主已在，朕无地自容，即取帝号，奉还传国玉玺，以谢天下。国贼！李卓，你这个国贼！江山社稷蒙尘10几载，皆因李卓这个篡逆之徒，简直该死！此乃先帝遗诏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朕大谏，为念公主许之言流落民间，然天命不绝，朕仍深信其终将继承大统。如继朕登基，继帝位，天下臣民供奉新君。此乃传国玉玺，请陛下受玺。臣等奉先帝遗诏，恭贺真龙归阙，天命加身，皇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诸位爱卿，平身。尔等日后可还要好好辅佐朕，统治这天下。臣等必鞠躬尽瘁。那朕现在要宣布第一道圣旨了。夏家女夏以言，在朕无名之时，一直陪伴着朕。今日起，朕宣布，见他如见朕。臣等遵旨。那朕现在宣布第二道圣旨，那便是要帮朕好好统治好帝国。朕要赚足1亿两黄金。臣等遵旨。我有这绝对忠诚的4人，一定能尽快攒够黄金，让灯神恢复神力，让帝国走上昌盛。退朝。2位爱卿为何还不走呀？可是有什么事情相商？亮知晓皇上心思，那1亿两黄金已经攒够了。好，朕便知道你们肯定有这个本事。但是皇上，我们现在已经面临到了一个新的问题，这件事情还是让霍去病来说吧。皇上，最近东南倭国开始大肆入侵我国，以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可能半壁江山不稳呐。半壁江山都要不稳了，朕这才刚刚登基，连你们都没有法子吗？臣等眼下确实无法迅速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。上一任皇帝留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帝国，眼下刚凑够这1亿两黄金，才使财政运转起来。但是军政这边进度就更加缓慢了。东南倭国不足为惧，只可是臣实在是无可用之兵。那些军队简直是臭鱼烂虾，统领起来毫无作用。一路上甚至还有些人选择加入倭国军队，简直就是王朝之耻。这难道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？唉，罢了罢了。所以臣才需要皇上能够出手，眼下确实不是臣等能够解决得了。行，那这样，2位爱卿先在这里等朕一会儿，朕再去想想法子，去便回，去便回啊！是。
便是朕的宝库，想不到1亿两黄金居然这么震撼，灯神肯定会喜欢的。灯神，灯神，快出来吧！哎，哦，黄袍，看样子你已经成功了。对，多亏了灯神你的帮助，朕啊已经成功登基了。那，全都是你的了。灯神，确实如你所说，这1亿两黄金对我所统治的这个帝国来说呀，并不是什么难事。哦，等我把这1亿两黄金的财气吸收下去，我就能恢复一大部分神力了。哦，那你快。灯神，你现在感觉如何？神力越来越强的感觉，实在是太好了。那太好了，我现在要着急许愿。我需要一支能够百战百胜的军队。百战百胜的军队？对，可不够好啊。百战百胜的军队还不够好？百战百胜的军队还不够好？把你的手都伸出来。对，去，嘿嘿，这个是来自于未来的强悍武器，有了它呀，你就不需要什么百战百胜的军队，因为任何一支军队只要拿着它，那就是战无不胜的。竟然如此厉害！这些枪我都已经提前做好了安排，无需保养，也是无限子弹。灯神，快先别说别的了，你赶紧告诉我这东西到底怎么用？这个很危险的，这不能对着自己的。那能有多危险啊？哼！神灯快跑，敌人肯定打过来了。不必惊慌，这个就是这把枪的威力。你看看那边。啊！这声音如雷，造成的伤害竟如闪电一般，这东西真有这么厉害啊？没错，这个就是可以发挥出闪电般的威力。好呀，好东西，那朕便给它赐名为神雷闪电枪。随你开心吧，取什么名字都行。有了这个东西，再加上那4个人的辅助，你就可以战胜一切了。果然还是灯神你厉害。接下来我就让霍去病过来取。那我就准备休息了。等下次你要再找我许愿，可就需要11两黄金了哦。灯神，那我们下回可能要挺长时间才能见了。这1亿两黄金对于我的国家来说，我还能凑一凑。这10亿两黄金，我都不知道凑多久了呢。我教你一个办法，你可以用这批武器打败了倭国之后，让他们来出这10亿两黄金。对啊，10亿两黄金的金额，那足以能够让一个国家破产。可那是我的敌人，我不必对他怜悯。等下次你攒够10亿两黄金的时候，我会给你2个神秘礼物哦。神秘礼物？哎，那是什么？我现在说出来多没意思啊！说的也有道理。不过灯神每次带给我的礼物都出乎朕的意料了，我现在可以说是什么都不缺了。不，你还缺了2个最重要的东西。最重要？你好好想一想，等10亿两黄金到位，我就能够实现你的一切愿望。要不，我就先回去休息吧。
倭国入侵，哼，朕要让你们付出代价。参见皇上。相公，你这是想到了解决的办法了？对啊，我这个法子呀，一定可以击败倭国。霍将军，你现在可以去国库。国库呢，朕有神器准备，神雷闪电枪。闪电枪的尖端呢，可以喷射出闪电和火焰，只要扣动把手处的按钮，尖端的闪电跟火焰便可喷射而出。你可以先取出来试验一番，待你使用熟练之后，便可以分发给你所掌握的军队。朕相信有此神器在，再加上霍将军你的统领能力，倭国一定可以被打败。谢陛下，但臣还有一事希望陛下能够批准。霍将军请说。陛下，东海弹丸之地竟敢亏我天朝犯我海疆，此等自取其祸的宵小不杀干净，不足以彰显我天朝国威。臣霍去病请旨，愿统领全军攻破其巢，焚其宗庙，必捉拿其天皇所以铁链，驱之如猪狗，献俘于陛下阶前。陛下，此战不为开疆拓土，只为明告寰宇，犯我天威者，虽远必诛。恳请陛下准旨。好，他区区弹丸小国，居然敢屡次犯朕的边疆，只是将其击退确实不够，确实应该将其铲灭，让其亡国灭种。朕准了。不过莫要忘了，朕的11两黄金可一定要拿回啊。臣遵旨，11两黄金，就算把倭国掘地3尺，也会为陛下取回。陛下，亮也去辅佐霍将军了。好，去吧。好，去吧。有这4位能人在，陛下的帝国恐怕要永远存续了。是啊，接下来啊，你只需要跟朕一同等待这4位的好消息。没想到，真没想到，徐之言，你竟是个女的。哎呦，还是流落在外的女帝。哎呀，夏叔叔，先前呢是一直没有找到机会跟夏叔叔坦白，这些日子是朕考虑不周，让夏叔叔吓坏了吧？哎呀，可不是嘛！这语言在宫里头，你也没有回来，我呀一想就感觉不太对劲，直到我进宫，我才发现了事情的真相。哎呀，哦，对了，我听说咱们最近是不是在和倭国打仗啊？能打赢吗？夏叔叔放心吧，这倭国呀必败。哎呦，还是谨慎点好，毕竟这倭国已经祸乱了好多年了。陛下，大捷是大捷，霍去病已经将那倭国击败了。好呀，朕便知道他霍将军做得到。好好好。不仅如此，那11两黄金啊，已经从海上运来，即将抵达京师。好呀好呀，朕的霍将军在哪儿？朕要好好的赏他。霍将军已经在回京的路上，正如他所说，那倭国的天皇已经被他抓到，献俘于陛下。好，去正殿，现在就要去正殿。朕要让文武百官和天下人都看看这倭国天皇狼狈的样子。走。走，跪下。皇上，臣霍去病已俘获其倭国所谓天皇归来。好，不愧是朕的得力大臣。天朝之荒，你别了倭国。区区弹丸之国，居然在朕的东南江山来回侵扰数10年。前任皇帝忙于他事，无暇顾及，但朕一定会灭了你。你阶下之囚还敢狂吠！陛下，此畜生该如何处理？此事，朕还没有什么好的想法。
不知诸位爱卿可有什么好的计策啊？陛下，臣建议剥去他的王族铠甲和王冠，混合青铜，铸造一尊平窝鼎，再将此亡国之主置于鼎中囚禁，每日喂以狗食，最后将此鼎放在皇宫外。这样一来，以后所有的外国使臣到这里，皆可看到此狗，让他们知晓冒犯天朝的后果。臣附议。臣附议。好，就用这个主意。来人，把他给我带下去，就按照方才的法子。唉，朕的江山能如此稳固呀，全都离不开四位文臣武将。所以朕决定敕封4级，朕便封商鞅为文信侯，总领帝国行宪，为万世立规。还有霍去病，朕封你为冠军侯，总领内外征伐，就为朕扫清六合。还有王守仁，朕就封你为新建伯，总领教化万民，为天下定心。诸葛亮，朕封你为武乡侯，总领国政万机，为社稷朕书。臣等谢皇上。好了，诸位爱卿去忙些别的事吧，朕呀还有一些事情要去一趟国库。我也要去吗？朕的皇后为何不去啊？别急，灯神，出来吧。相公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哎，别怕，他是灯神，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能力，都是灯神给予我的。语言，现在我将跟你共享这个秘密。相公，哎呀，我的神力已经全部恢复了，把你手伸出来，看我给你准备的惊喜是什么。这是聚宝盆。这就是聚宝盆。你给的礼物真是太实用了。以后那我不就有源源不断的财富了？还不够，再想想你们还缺了什么？还缺了什么？灯神，谢谢你，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一切了，什么都不缺了。我们现在已经拥有很多了，现在只需要好好的规划一下未来的事，还有我们死后的事。灯神，我现在知道我要什么了。我想要长生不老，我要永远的活着。和语言一起，我们将一起统治这帝国。哦，把手伸出来吧。这是长寿丸，你们两个一人吃1颗，还剩1颗可以丢进那个聚宝盆里，无限复制。谢谢你，灯神。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相离。等一下，